哇，很好看。你这样穿很好看哎。我觉得就是我刚才看的，觉得有点像大妈什么的，就是很阿姨。就是我很喜欢穿短袖，然后配围巾。但是为什么要穿短袖配围巾？不是很冷吗？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好看。但是大家应该觉得我很奇怪吧？你今天想要跟大家说什么？我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快速致富的故事。我在阅读《骗局之王》这本书之后，我决定。你指那里，他在那吗？在那吧。好吧，那我把书图片涂在你头上好了。好，涂在这。画这，这就是骗局之王。骗局之王。骗局之王，这是一本自传。那你们也知道自传会比较容易砰砰。没错，他的脸部膨胀了。1882年出生的查尔兹·庞兹，他原本全身只有2.5美元，但是呢，他用1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1500万美元的资金，大概就是现在的1.8亿美金哦，很多哎，1.8亿美金是台币多少？我刚新买的，今天新到的鸡蛋盒，1.8乘以30，对，54亿，54亿，很多哎，对，政府官员、富商、工人全部都抢着要把他们毕生的积蓄塞进庞兹的口袋，请他帮忙投资。那所以他为什么可以赚那么多钱？他是靠什么投资致富的呢？为什么最后又被关起来了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66543，好，66543，可以。为什么？可以，都好。66543。1903年11月15日，21岁的庞兹穿着当时欧洲最时髦的衣服，百万富豪的行头，全身带着2.5美元啊！对，怀抱着一夜致富的梦想，从意大利坐船到了美国。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坐船，然后只有带75块吗？带着一个排骨便当走江湖？不是啦，大概是现在的900元台币，也就是买10个便当，带着10个便当。他是卖便当的吗？他身上有没有贵气的行头？其实他根本就不是百万富豪，他外表用装有钱。他在意大利也曾这样混进百万富豪的社交活动，被识破，他就被赶出去啦。所以他本来的计划是，你说他到美国计划吗？照着原定计划骗人吗？不是。那他原本是怎样？要来美国捡黄金。哪里可以捡黄金？那我现在就坐车去美国。对呀，那你说他的想法就是，美国的地上人行道的地砖全部都是黄金铺的，他只要去到美国那边随便捡一个地上的地砖就是黄金的，他就可以一夜致富了。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的人，他是怪怪的，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地方？最后，事情当然就不是工人想要你简单啊。对，最后呢，当然地上就没有什么黄金啊，反而呢，他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再加上他不会讲美语，他工作的选择就有限，他又觉得他这样赚太少钱了，所以他就冒险去偷餐厅的财物。所以他原本在餐厅上班，他换了很多的工作，所以他那时候在餐厅上班，然后他去偷餐厅的东西。没错，然后偷了之后就被赶出去了嘛。然后呢，他还因为伪造罪在加拿大坐牢，因为走私人口在美国被关了。我觉得如果我是他，我会觉得怎么我会这么可怜？但是他这样的结果是可以想见，因为他毕竟他想要的这么多，但他得到的却这么少，而且显然快速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很重要。只是他如果有这么多前科，那他要达到他的目标，感觉又更难。所以呀，他决定自己来创业当老板。
37岁的庞之创立了证券交易公司，并宣称他发现了一个可以快速赚钱的方法，那就是把欧洲的邮政票券卖给美国。以西班牙为例，在西班牙邮局买一张30分的邮票，到美国邮局可以兑换一张25分或者是5美分的邮票。当时的1比萨塔等于15美分，1美元等于100美分，等于6又2/3个比萨塔。1比萨塔等于100分，等于15美分，6又2/3个比萨塔等于666分。也就是用1美元在任何的西班牙邮局都可以买到22张30分的邮票。你再到美国的邮局把一张30分的邮票换成5美分的邮票，22张可以换1.1美元，就能赚到10%的利润，再把邮票卖掉。我要睡着，听懂吗？真的很想睡觉。简单来说，就是利用西班牙与美国都有贩售的商品，用这边买那边卖来赚取其中的10%的利润。我觉得你们等一下我可能就会睡着，所以你们等一下如果会看到一个睡着的人的话，你们就不要太介意。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为什么？那我自己去买就好，为什么我要让庞之中间抽一手？就像我们知道去大卖场买，我们不会去 7 买啊。但你觉得庞之有可能把这么简单的方法跟大家说吗？所以他就是没有跟他说。对啊，他没有跟大家说这是商业机密啊。但是如果他没有说这么多，会有人愿意投资吗？这就需要一些技巧。一开始当然是没有人会愿意相信他，但是当他告诉你，不然你来投资看看啊，你可以在45天内得到50%的回报。如果不相信，好，那你可以先投资10美元。就很多人想说，那我也来赚赚看，反正试试看又没关系。所以他采的手法就是让人家事实在眼前，不得不相信。对，而且看到钱，心中的疑虑也都消失了。赚的实在太快了，大家只想到投越多赚越多，完全没想那么多，也不想要想那么多，只想要赶快把所有钱都交给庞之，快速赚大钱。因为担心不能投资。对啊，怕错过了这一波热潮。在7个月内，庞之就吸引了3万名投资人，而且呢，他在1年多的时间就募到了1500万美金的投资。所以这样差不多就是现在的1.8亿美金，就是54亿台币。新闻媒体也都在报道啊，说庞之是百万富豪哦，他是商业巨鳄，他是发明钱的天才。这也太扯了吧！拍马屁拍成这样，说人家发明钱，钱又不是人发明，就是差很多。他在变百万富豪之前，没有人要理他，像过街老鼠。但是他说我现在可以快速赚钱，大家就说他是发明钱的天才，所以他这下子开心的不得了。所以他就开始过着他梦寐以求百万富豪的生活，豪宅、名车啊，名贵的西装，镶着钻石的烟斗，这些都是他的点心时光。他只要一天没有买东西就会很失落。其实我可以体会就是买东西总是让人快乐，但是很奇怪，他到底钱是从哪来的？邮票的生意就只有赚10%而已啊。其实到后来，他根本就没有再去买邮票了。他都是把后期投资人的本金作为前面投资人投资邮票的回报。他的百万奢侈生活也是靠大家的本金在支撑着。所以他现在没有本金，所以他如果有人要赎回怎么办？他根本没有本金啊，所以他不怕投资人来领回他们的钱吗？其实呢，他一直都很有信心，他可以在他们来领回他的钱之前赚回来。对，只要在事情没有曝光之前，我可以赚大钱，那就好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高报酬投资跟庞氏骗局最大的区别就是，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兑现他的承诺，有没有把钱赚回来。所以只要他在大家发现他骗人之前把本金都赚回来，那他就瞬间从诈骗
变成投资天才哦。没错，结果就是他没有变天才，他还没来得及把钱赚回来，报社就开始报道庞之破产的消息，而且也查到说他其实在加拿大有犯罪过，他在美国也有被关过。大家就开始疯狂的要去兑现啊，要去拿回本金，但是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来还清债务，于是骗局曝光，38岁的庞之宣告破产，被判刑9年。大家将这件事情称为庞氏骗局。所以后来他就这样子还，就这样子被遣送回去意大利啊。他其实遣送回意大利之后，他还有想要靠原本的模式来骗意大利的官员，但是殊不知意大利的官员没有被骗到，所以呢，他就一直没有办法继续像以前一样回到百万富豪的生活。后来他死掉的时候是被发现在巴西的一间慈善医院，全身也是1毛钱都没有。所以庞氏骗局的意思就是用后期投资者的资金来付前期投资者的利息，所有的资金都没有进入投资的市场，所有的本金都是假装的存在，只要大家在东窗事发前领回，就不会发现这是骗局，你就会觉得这是高投资报酬的投资。没错，这个方法其实大家都有听过，有，其实蛮常听到的。但是为什么不论过了多少个世代，依然有人能够用相同的模式、不同的名称来获利呢？当有人跟我们推荐高报酬的投资时，还是要多留意。你看见的是投资回报，但是骗子看见的是你的本金。今天的影片要下班了 OK， 喜欢溜溜的按喜欢，喜欢大山的按订阅，喜欢溜溜和大山的请开启小铃铛。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记得要按喜欢。546654是他，我是谁6654，3，没默契，对不起，再一次， 6654 3。